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深深爱上你们的人，下一个牵起你们的手的人是谁哦？好，我们来首先看一下神谕卡的一个部分。The end that opens the space for the beginning。好。那这两张牌啊，我会觉得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过去可能经历了一段令你伤心的感情。那当这个炙热的感觉不在了，或者是当对方不再对你如从前一般的爱护疼惜，联络的不再那么紧密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但是你们真真切切的曾经在对方的人生中为他点亮了一盏灯。那这边的神谕卡是想要告诉你们说，现在呢是时候你必须要往前了。这个连结慢慢的好像松开的那个过程啊，它不一定会是痛苦的。那你们必须要让你自己好像暂时离开这个比较混沌的一个状态，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必须要去寻找你自己真实的道路，你不要在往前走的过程中迷失了你自己。而且呢，这边说啊，其实你的灵魂已经在你的前头等着你，等着你去寻找到你心中真正所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你曾经为别人点过一盏灯，现在这张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有能力为自己前方的道路点一盏灯。你要把这个能量携带在身上，因为它可以指引你在面对未来可能是一些迷茫或者是还没有决定方向的时候，你可以用你心中的那一盏灯来照亮你脚下的一个路。好，那第二张牌他说其实结束啊，它就是有点像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让新的事物、新的生命可以长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结束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哦，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拉扯，可能有一些撕裂，然后会需要一段时间去复原。但是结束的地方，同时也是花草这些新生命重新生长、再一次开始的地方。可能原本是荒芜的一片田地，但是你过了1年之后去看，已经长出了很茂密的花花草草，一个漂亮的草原。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张牌有很多祝福的意味在里面，要你们往前走。然后往前走的时候，你可以不要一直频频的再回头，那你可以去掌握你现在的方向，然后你可以去找到你真实的一个能量，因为你们过去好像倾注了很多的这个能量，想要停留在一段关系，或者是让一段关系可以继续的连接，但是你们可以做一个重新的开始，重新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为你建造出一条美丽的路，就是为你自己打开一个空间，让新的人事物可以进来。那这个新的开始，一方面是你自己的一个新的开始，也有可能是一段关系的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怎么样，这都需要时间。当你走着走着，你就会明白，而且你走着走着所看见的这个空间就会更加的辽阔，可能就不再只是你专注现在你跟某一个人的这个连接。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抽出塔罗牌的部分喽。大家的塔罗牌，第一组的塔罗牌，Nine of Pentacles。好，它有2张牌，女祭司、女王牌 ，King of Pentacles。Page of Wands， The Sun， Page of Pentacles， Page of Wands， Page of Pentacles， Page of W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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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Five of Cups, Seven of Cups。好。Devil 恶魔牌这一组，好，来看一下这一组的能量哦。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哦，你认识的这个人啊，就是未来牵起你的手、爱上你的人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在年纪上可能是稍微比你小一点的。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在感情的经验没有你那么丰富，没有你这么足够。那我觉得在感情的这个能量中他不是那一种很老练的，就是很油嘴滑舌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们一看到他的时候，好像会觉得他有一点神秘感，就是会觉得他是不是之前有过很多的感情的经验，然后会不会是这种玩家，要小心。但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的，而且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你们的菜，就是他的身上的特质有正中你们的那个红心，它会激起你心中很多的涟漪，然后会有点像是满足你心中的那个渴望。那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对象可能不同，有的人是单眼皮，有的人是双眼皮，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这种比较温柔婉约，比较温柔体贴，那有的人喜欢比较霸气一点的这种个性。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就是刚刚好是符合你们会心动的那个对象。然后，所以我觉得你们遇到他的时候，好像会蛮容易心就被他撩走了，好，就是被他勾起这种，就是会被他勾起这种春心荡漾嘛，就是会很想要跟他靠近。但是你们心中虽然这么想，我觉得你们对待他的时候，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和他接近。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外显的能量，他的桃花应该也还不错，然后是一个蛮乐观的人。那他的人缘还不错，人缘就是不管异性跟同性，我觉得跟大家相处的都还不错。而且他的工作能力蛮强的，就是他会很专心在他的工作跟学习以及他有兴趣的这件事情上。那你们好像遇到他的时候，虽然心就是很心动，但是又有一点点对他有防备，因为就是不知道对方到底会怎么样相处。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战战兢兢，但是其实心里是蛮喜欢对方的。那我觉得对方对你的这个感觉他一开始有点像是他会先默默的去观察你，然后从观察你跟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会对你渐渐的产生好感。你们有可能是透过这种朋友介绍、聚会，或者是说这种同学同事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里面有这种透过你本来就是认识的这个人际网络，或者是你本来在使用的某一个软体中，去认识到的人，就是你目前有习惯在用的，或者是你习惯在参加什么样子的团体活动，在这当中的人中的那个网络去发散所认识的。然后我觉得你跟他一开始进行的时候，不是那种非常高调，就是爱的非常火热的，而是你们两个会有一段时间的试探哦。你们俩其实都在感情中比较小心，就是低调互相传讯息，然后约对方，默默的在进行。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蛮快乐的，有点像是回到孩童，就是这种纯真两小无猜的感觉。因为其实谈恋爱到某一个程度，大家就会考虑很多的现实层面，你的那个经济状况、你的收入，还有未来的规划，或者是一些
你家人跟我的家人好不好我好不好去跟你的家人相处，或者是说以后婚后要不要住在一起之类的，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你们一开始这个感情是很单纯的，没有想太多。你们有这个太阳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就是很快乐的能量，然后也会互相的，就是很想要靠近对方，很想要黏在一起，很想要天天看见对方，然后天天在说话，就是呢。会有一个蛮热恋期，然后在这个热恋情中，我觉得会有很浪漫的事情，对方会对你做出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你们会可能互相说一些很肉麻的话等等的，会有一段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不过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蛮重视他事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会因为要照顾他的事业，或者是照顾他的这个家庭，排挤到一些跟你相处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他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也算是一个蛮有责任心的人。只是说，我觉得你们在心态上啊，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比较会比较担心吧，因为这个人是你的菜。然后，如果你们之前有过一些比较不好的感情经验的话，我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中，有的时候会因为对方没有很及时的回复讯息，或者是说没有很及时的跟你联络，你有的时候会在心中有一些猜测，有一些不安全感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基本上你愿意问的话，他其实都会蛮坦白的。那比较害怕的是说，如果你们就是把这些小情绪都藏在心中，不跟对方说，那他不知道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开导你，或者是特别去跟你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在感情上没有太多的心思，有的时候会需要你去引导他。那我觉得你们这边有一种就是很希望跟对方靠近，如果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就会非常的想他，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想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个人他确实会需要花蛮多时间在运营他的这个事业，还有经营他的这个生活。他是一个蛮乐观，而且生活上很有目标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需要时间跟精力去经营他的生活。那他有把你们放在他未来规划的一个部分，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好像一直陪着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热恋期当中，我觉得他当然是花很多时间去跟你在一起，呵护你，或者是说一起出去玩等等的。但是呢，当感情进入到比较稳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更想要去冲他的学业、事业以及他的那个兴趣。那你们这一边呢，我觉得你们会很想对方，就会有很多的情绪。特别是如果是远距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好像会，心中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段感情有一些波动。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蛮好的，就是好像等了那么久，老天爷终于给我了一个好桃花，我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握。那因为太想要，心中就会有一段患得患失的感觉，就是你们会，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就外人看起来你们是很好的，只是因为你太过在意，有时候就会放大一些对方的小举动，因为太过在意就会想很多，所以有时候外人觉得是还 OK 的事情，但是你们可能就会把它抽丝剥茧，想得很细，然后会有一些担心，想说如果是远距的朋友，你可能会想说，他会不会遇到其他比我更好的人啊，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怎么样子？但是这个人他的能量，他就是一个蛮坦白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是真的比较忙的话，他可能就是会稍微忽略，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的跟你回复。但是我觉得他就真的是有他的事情在忙，他并不是要跟谁偷偷暧昧或者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棒的地方是说，他认定一个人就是认定了，他也不喜欢去搞那些有的没的，就是他觉得
他不屑去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要去跟一个人新的开始，他就是会跟现在的这个感情先切断，他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么不光明正大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认定你之后呢，就是会想要跟你好好的去磨合跟走下去。那我觉得你们这份就是担忧担心也是正常的，因为你们真的蛮欣赏或是蛮喜欢这个人，很想要去抓住这段感情。那我觉得这个感情中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彼此的信任，以及彼此去开展彼此未来共同想要做的这个目标，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专注点从你的担忧转移到你跟他未来要做什么，然后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一个人可以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进行，做一些可以让你们两个未来更好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项目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啊，他一开始可能不会很快的给你有一个说我们就是要结婚，他不会很快的下定论。但是我觉得他是随着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慢慢的去观察。基本上他是一个蛮愿意付出的人，可是他在付出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会观察的，就是他会去看你说，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一些同等的回馈，还是你是一个只会接收不会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脑袋是蛮清楚的，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跟他共同成长、共同打拼的伴侣。然后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会好像默默的去观察你，观察你的需要，然后再根据你的需要去提供相对应的帮助。但是呢，如果这当中有解读错误的时候，你们要告诉他，因为他在感情中不是这么厉害，或者是这么细腻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花招跟套路，所以有的时候对方一厢情愿的付出，你没有收到，或者是说他给的不是你需要的话，我觉得对方他会觉得很伤心，然后他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那你们也可能会觉得需求没有被照顾到。所以我觉得在你跟他的关系中，其实双方都是愿意付出的，只是说对方你要去引导他，就是他要在对的地方付出，他要用他的心，还要动脑去怎么说，去好好的观察你们，然后经营这一段关系。那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啊，是一个其实如果你静下心来想啊，你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就是在你们的人生中啊，就像一辆列车一样，可能每一站都会有人下车，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跳出来帮助你，来协助你。那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他其实蛮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只要他没有在忙工作或是要履行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其实会希望可以跟你多多相处，因为其实跟你相处的时候，也会让他的心感到安顿跟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也不是这种特别交友广阔、很喜欢交新朋友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蛮愿意把时间花在跟你的相处，以及如果你们未来走到家庭的话，他是愿意花时间在家庭上的。那他是一个算是蛮直白的人吧，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心机跟城府在里面。然后我看到你跟这个人会慢慢的开始建立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你们会去做一个计划，我们要买房子，然后这个房子要布置成怎么样子，我们要搬进去，或者是说呢，你们可能会计划要孕育或者是抚养一个新的生命，可能是宠物或者是小孩。不管是在物理上或者是心灵上，你们都会因为这段关系创造出新的事物、新的能量，就是除了你们两个之外，你们两个所共同创造的一个实体，或者是一个能量。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对你的占有欲蛮强的，所以他很需要你去
信任他、支持他，就是有点像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比较会有一些小情绪，然后看不到对方的时候，还蛮容易感觉到不安，就会自己有一些小剧场，想很多。那我觉得其实对方啊，当他下了这个决定要跟你在一起之后，他就是会认定你这个人。我觉得他也甚至可能会为了你斩断一段这种歹戏拖棚的感情，或者是结束一个契约关系都有可能。那有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你们曾经认识的旧人。那这个旧人的话，这段关系比较像是，当时其实你们发展的还不错，但是因为这个人他的一些不成熟，因为他的情商不够而错失了你。那当他再一次认定你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爱恨交集的感觉，就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但是这些爱与恨最后都会回归到两个字，就是想念。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会很清楚的让你明白他对你的心意，还有他对未来的一个计划，他会很实在、很接地气的把你纳入到他未来的计划中。那如果你们这边啊，你愿意在接触的时候，你愿意透露自己更多，或者是你愿意去卸下心防，你愿意让他去见你最重要的亲人跟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感到安心，就是你愿意开放你自己，透露你自己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就会降低。因为当你们这种自我防卫心筑起来的时候，其实对方也感觉得到，那他的不安就会让他更加想要去控制跟主导这段关系。所以我觉得他蛮需要你们可以做到让他信任，就是他会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今天有钱没钱，或者是外貌怎么样子的改变，经历了什么样子的变化，你都会待在他身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好，另外我们这边呢还有出现这个魔鬼这张恶魔牌。然后这张牌啊，它其实有一个原始的这种动物的驱策力，就是它唤起了一个热情，可是这个热情呢，又有一点不自由跟束缚的欲望在里面。这个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个代表你们深深的依赖，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对你是有占有欲的，而且这个占有欲是非常非常赤裸，甚至有一点邪恶的，就是想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被你魅惑的感觉，你身上有他所想要的那个迷人的特质，就是他会非常的想要去靠近你，甚至我觉得有的人他是蛮为你身上的某一个特质着迷，可能你的声音很好听，或者是说，你说的话很有趣、很幽默，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然后他刚好也很喜欢这么类型的人，或者是说你身上的哪一个这种外观的特征，他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个特质是对方非常正中红心的，所以他会很想要去靠近你，然后甚至这个靠近有一点好像想要把你去紧紧的抓住，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诱惑。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点就是太过沉迷于这个情欲，也要小心的一个感觉。那你们两个在这段关系中是互相依赖的，互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管外在的成就、工作上的成就，或者是说职位的这种名声啊，谁高谁低，在感情里面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我觉得你跟他就是相互需要、相互照料，一起完成人生最后一块拼图。那这个人啊，他在表面上绝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们有这两张牌，然后他也很努力的活在外界的眼光下，扮演好某一个身份、某个角色。而且我觉得他在过去都是属于照顾别人比较多，别人也很习惯去依靠他，然后他
就是有点习惯去照顾别人，坚强惯了。今天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发现你跟大家蛮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其实也有能力去照顾他，不是单单纯纯的就只是你是接收而已，你甚至是有能力在他快要不行、撑不下去的时候，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哎，我在这边，没事的，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你是可以鼓励他的人，让他不用好像一个人去背负那么多。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个很温柔、疗愈的能量，让他觉得被支持了，让他觉得说，诶，他不是一直要去照顾别人，一直要去好像 handle 很多的事情。他也有他脆弱的地方，他也有需要保护的地方，他不如他外在看起来的这么强大，这么勇敢哦。那他过去的对象可能就是忘记去呵护他，就是很习惯接收。其实这个人也蛮需要被爱的，所以我觉得他遇见你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是怎么说，天使走过人间一样。他觉得你们就很像是天使一样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给他非常多疗愈的能量，给他非常多支持的能量。我觉得他会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激，因为这股能量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你们可以抚慰到他的内在小孩，好像他就是可以展现出他最纯真、最小孩跟最放松的一面。他在你们面前不用很硬，就好像是一定要表现出一个很成熟，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哦。他可以真的有点像是撒野嘛，顽皮的那个部分可以出来，因为他知道你们是可以接纳他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很棒，就是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安心回家的人，你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这种安全气囊，是他的避风港一样。因为他在感情里面呢，其实还蛮像小孩子的，不管他在外在的成就多么高，所以这个人他其实内在也有他需要被疼惜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互相成就彼此的，因为这一组的能量啊，你们是有那种可以去旺夫或者是旺妻的那种，就是你们可以协助伴侣去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事业或者是目标。那当对方给你承诺，或者是想要跟你规划未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就是要去坚定的相信他，不要好像会不要太过犹豫，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也蛮胆小的。如果他感受到你们有这种犹豫不决或是举棋不定的能量，我觉得他可能会把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又吞回去不说了，因为他也蛮需要你们真的去爱他，因为这个能量就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给予、互相付出的能量。我觉得你们愿意多往前一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稳定、很安心的能量，让他知道他可以继续去守护，或者说继续去前进，为这段关系去努力。那我觉得最后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前啊，很重要的就是要将你自己的内心稳定下来。因为我刚刚有说过，这个人他是一个事业蛮忙、学业蛮忙，或者是他有很多的这个责任要负，所以呢，你们就是要在遇到他之前，先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兴趣，或者是说你们自己的一个专业。不然，如果你就是将你的重心全部都放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情绪起伏会太大，然后你们会太过在意对方，而去放大了一些他的话语跟举动，本来没事的事情就会变成有事。所以你们遇到他之前，要先安定好自己的能量，安定好自己的内心，要让自己的自信强大起来。那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试着去尝试看看，什么事情是你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然后又很快乐的事情。这种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赚钱，或是一定要得到什么回报，重点是你自己开心起来，你就会有好的能量进来。然后呢，你们也要先爱自己，然后
把自己内心的自信心跟安全感建立起来。这样子的话，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更好、更安全的去把自己交给他。然后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发展也会比较顺利一点，不会因为一些过去的那种伤痛跟情绪所影响，不会让那个旧的能量带入到这个新的关系中。那这个人呢，好，虽然他有一点强势，有一点倔强，不过你们只要好好的跟他说，口气软一点，然后用他能够听懂的方式去跟他沟通，我觉得其实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想要他去做的，想要去配合的，他其实愿意去做，可是他不喜欢别人很强制的去，好像强迫他或者是要求他。但是柔软的说，我觉得对这个人还蛮有效的，就是稍微去哄哄他。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者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下一个深深爱上你的人是谁？下一个疼你入怀的人是谁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And this is lonelier at night, in the fastness of it all. 好，我觉得啊，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等这个人等蛮久的？那有的人我感觉上你们就是坚强了很久，就是一个人苦撑在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蛮久的。然后你们很希望有个人可以好好的爱你，好好的疼惜你。就是你们每一次遇到挫折、跌倒的时候，其实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站起来。然后每一次在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后呢，这个过程啊，我看见你们会逼着自己去长大，逼着自己去变得更强壮。那外人看起来，也许你们现在把自己经营的还不错，可是你心中啊，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去依靠，你很希望心中那个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可以有人去看见，有人去懂。你们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人哦，可以和你牵手一生，不再轻言分开。那我觉得有的朋友，你们被前任伤得很深很深，因此啊，这个自我防卫心、自我保护心非常的强，对这个世界好像有一个距离感，有一股距离感，有一个隐形的墙、透明的墙将你堵住了，让你的能量跟外在世界的这个流出跟流入不是很顺畅的。那我觉得你接下来遇到的人会让这个透明的墙消失，它会让你对这个世界改观。我觉得它会让你去看见这个世界更多的美好，以及更宽广、更辽阔、更丰富的那个视野。我觉得它会让你们很欣喜的，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个世界，跟他一起体验，跟他一起欣赏人生的风景。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有关于这个人的讯息哦。好。月亮牌、世界牌、Six of Cups、Nine of King of Wands、Ten of Swords、The Magician、Judgment、Death、神牌、命运之轮。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非常多的大牌。然后呢，我觉得从牌面上看起来啊，你们接下来遇到的好像会不止一朵桃花，就是我觉得会有两个人，至少会有两个人，他们都对你有好感，然后都想要去接近你，有点像是你会需要在这个两个人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你选择的这个人和你的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交集，你们的连接会越来越深。那我觉得这两个人的能量哦，可能有一个是新人，有一个是旧人。
这个旧人啊，可能是你的旧情人，或者是以前的同学、同事，或者是以前就在你的人际网络中和你有交集的人。好，那如果是新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新人可能会透过网际网络认识的，或者是聚会联谊，或者是说像是朋友介绍，比较多人的这种场合认识的。那我觉得你跟这两个人啊，其实你们都有这种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感觉，就是从前世的这种印记、记忆累积到今生的。那在今生，在这一世，我觉得这两个人会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你面前。你跟他们两个都是有缘分的，只是一个比较缘浅，一个比较缘深一点，就是你跟其中一个人的缘分会更加深厚一点。你们在这辈子相处的时间会是最长最久的。那我觉得对方的星盘中土象跟火象的这个能量居多，然后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有点像是慢慢的垫加，就是一层一层垫加上去的，越堆叠越高，有点像是一开始是一个这种种子种在你们的心田中，之后这个种子会慢慢的发芽。慢慢的长成巨大的树木，最终会长成一片森林的感觉。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森林啊，其实是可以庇荫你和你所爱的人，以及庇荫你们的子子孙孙，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能量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外在条件还不错的人，可能外形还不错，然后就是这种大家公认的还蛮优质的一个对象哦。可能大家听到他都会觉得，哎，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好人，或者是说是适合稳定下来的对象，可以结婚的对象，就嫁了吧，就娶了吧。那这个人呢，因为他条件还不错，我觉得他身边也有默默喜欢他的人，就是默默的看着他，对他有好感的人。那你跟他的相遇啊，就是很像是命运的一个注定吧，命运的一个牵引。一开始是好像完全没有一个理由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而且可能是在你跟他都没有特别期待的时刻下就发生了。聊着聊着，好像就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相处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有熟悉感哦。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场景，都会让你觉得很亲切。那个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前世曾经有共同经历过一些故事，当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其实就唤醒了这个灵魂的记忆。你们的爱情故事曾经很美，有好多花，有好多的圣杯。那今生呢，我觉得会更加的美。而且在这当中啊，又多了一种圆融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好像很清晰、很晶莹剔透的明白说这个人哦，就是我要找的人，因为他会触碰到你心中最深处的一个角落。我觉得他会让你觉得好像，你被抚慰了，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哎，其实我生而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就像刚刚说的，我觉得如果你们现在对于这个很多事情啊，有一些比较悲观或是比较黑暗的想法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疗愈跟带你走出来的一个能量。好，那我觉得这个人哦，他本身是一个，就是就这种客观的外在的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应该是在某一个领域上有一个专长的人哦，可能是在那个领域中是别人会来请教他的，他是一个管理阶层，或者是他是可以去教导人的。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这种。那我觉得啊，这个人呢、他可能是颜值很高，或者是说他的知识水平很高，或者是他的学业功课很不错，或者是他的事业经营的红红火火。那有的人遇到的这个人呢，他是社会地位或者是家世背景很好的一个人，就是外人看起来都是这些外在条件都是蛮不错的。然后刚刚说过，我觉得有人会想要去接近他们，但是这个接近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外在的那个形象想要去接近他，所以他跟他们相处起来就是好像总是缺乏了一点什么。
他在遇到你之前有过一些恋情，可能有约会过，或者是说交往过等等，但是都没有这种非常深刻，就是想要爱到入骨的这种感觉。但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就是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你跟他比较属于是能量层次的交流，频率层次的交流。你们的遇到是一个这种感觉先于头脑的思考，挡也挡不住的一个心动，有点像是我先爱了你之后，我再慢慢的了解你这个人。所以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好像不大知道他这个世俗的条件这么好，你就是先对他心动了，先以一个比较单纯的心跟他交往了，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背后有这么多就是很优质的一个东西在他的背后。然后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一场爱情啊，好，都有一个死亡又重生，然后走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有一个是让你们彼此都脱胎换骨的一个能量，就是你跟他会共同体验人生中的高潮起伏，就是你们这一段爱情开始的时候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觉得它确实会有经过一些荆棘，有一些挑战，你们需要去克服，你们需要去面对的。而且我觉得以你们的能力，以你们的能量是有办法去突破的。所以这个酸甜，这个跌宕起伏，酸甜苦辣都是你们要去经过的，在命运之轮的转动下去推动，去谱出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这个故事。然后因为这边有国王牌嘛，你跟他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这种自尊心很强的人哦，特别是他，所以你们在感情中啊会有一些碰撞，但是因为这些碰撞，你们必须要学习脱胎换骨，你们必须要学习试着去为爱改变，因为你跟他都算是这种蛮会去坚持自己想法的人。一般来说啊，要让你们两个就是打从心里改变，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这种强压你是行不通的。可是我今天看到，我觉得你和对方都愿意试着为爱去改变，去放下一些自己原本的习惯或者是坚持，让你的这个心中可以腾出一个空间给对方。甚至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为了这段感情去做一些你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像是学一个新的技能，学一个新的知识一样。然后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融合跟合一。也就是说，我觉得在感情的初始啊，你们会很像是一杯刚沏好的热茶一样，一开始所有的茶叶都浮在水面上，这个时候茶的味道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浸入水中的，虽然茶是很香的，但是却是少了一点韵味。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加深，你跟他的了解更多之后，这个默契也会建立的更为深厚，就像茶叶一样，慢慢的在水中舒展开来，展现出自己很真实、最真实的那个样貌。最后啊，泡出来的这杯茶会让品尝他的人觉得很细润、很可口。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到最后都会收敛你们的一些傲气，可能是傲娇，或者是强势，或者是某一个坚持，让关系变得更温柔跟婉约，最终会成就你们这段爱情的一个美好。就像泡出来的这杯茶一样，是会让人想要去回味的，它是有一个很独特的韵味的。我觉得这是你们独特的一个爱情。虽然你们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人，可是你们两个的气味会越来越融合。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共同在一个空间中相安无事，不会互相看不顺眼。你可以比如说他打他的电动，然后你看你的书，或者是
你追你的剧，你们两个人都会很有默契的在进行这些日常，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日常各种小事啊，就是最容易产生摩擦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你们融合的蛮好的，你会建立一个默契，建立一种仪式，建立一个只有属于你们两个人懂的这个语言，然后有的时候就会一个眼神啊，或者是一个暗号，就会不经意的会心一笑。那还有一个能量，就是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啊，有一个能量它是比较受伤的，就是之前曾经经历过一个创伤，或者是一个这种感情前任的对象，或者是前段婚姻关系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能量是他的心里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还没有走出来。就是这个人可能是你们，也有可能是对方哦。那我觉得在这样子能量的关系中，另外一个人他扮演的是一个辅助的角色，陪伴的角色，他的这个温柔陪伴会让这个受伤的人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当他走出来之后，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走出来了，然后那个力道是很强烈的。当他准备好了之后，当他想明白之后，到启动的那个过程中，行动的过程是很快速的。然后这段感情啊，我觉得非常有机会可以走向真正的成功，也就是真正的白头偕老，细水长流。当你们两个越靠近彼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心中的怀疑就会越来越少，你们的能量会在这段感情中进化，然后最后达成一个合一跟完整。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好像是一杯水一样，它会倒掉一些杂质，然后所有的脏污都被冲去，最终呢会注入这种新的最干净的没有杂质的一个水。那我觉得你遇到他，他遇到你，就是一个命中注定，而且它是一个蛮安定的能量诶。可能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过去是属于这种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好，比较容易紧张，特别是你们在面对一些大事件、特别的事件的时候，你们就会很紧张。那我觉得它可以安定你们的那个紧张的心，可以消除你们的心理的这个阴影的一个面积哦。那我觉得这段感情会让你觉得很平静、很舒服，你会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跟稳定感。即使外在世界是不断的转动、不断的变动，可是你可以在爱里啊，感觉到很安全、很稳定。那你们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好像就是你一直以来在等待、在寻找那个最终的归属、最终的家。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你们一直在硬盯的、硬撑着那个重担，你就觉得终于可以放下了，你可以落地了。好，就是有一种突然肩头终于可以松下来的感觉。那你们的能量互相的融合，也是一个互相的需要。刚刚说过，在这样子的感情过程中，它是有跌宕起伏的，这个要注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跟他可能在这个交往，在这个迈向终点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连接段落又重新连接的一个这样子的感觉。那对方其实会蛮强势，他比你强势一点，他想要去主导关系的走向，然后他也蛮喜欢去规划很多事情哦，他会想要去跟你实践他的人生蓝图，实践他的理想。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会因为这种外力的因素，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这种分开，或者是说断联，或者是说断绝的能量。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曾经会有比如说其中一个人走远了、迷失了的感觉。但是呢，这个走远跟迷失哦，这边有这种审判跟死亡重生的牌，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再来一次的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能量。所以即使是冷战、吵架，
或者是说暂时的分开，我觉得最终你们还是会再连结的。而且第二次能量的连接，它是有一种更加的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个连接的能量是更强的，因为在一次连接的时候，它代表想得更清楚、更明白了，愿意去抖落一些外在比较不真实的这种期盼，或者是说，洗尽铅华，放弃那些他本来以为对他人生中是很重要的这种追寻。而回归到这种比较平凡又真实的生活中，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真正明白我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我去追寻别人告诉我我需要的是什么。那审判这张牌啊，它对应到的是冥王星。冥王星其实就象征着我们内心一个最深处的这个讯息，它有毁灭跟重生的特质。那毁灭之后的这个重生啊，一样也是要从心灵的深处开始做改造，而且这个改造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那这里的死神牌，死神牌一样是运用内心潜在的强大力量，去让事情有所转换。那这个审判，我觉得它又更有一种重新建造起来的感觉。所以，这两张牌碰在一起，我会觉得，其实宇宙有给这段关系安排了一些课题，你们要达到圆满，必须要去完成，可能是某一些磨难，或者是说你跟他其中一个人要更加的勇敢，愿意去负起责任。但是这些东西啊，宇宙会降临在你们身上，是因为他相信你们有能力去成长、去突破、去学习的。当你们学习完之后，最终的这个终点就是世界是一个圆满，是一个合一。然后这一个人他有的时候有一点捉摸不定，就是他虽然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人缘还不错的人，那跟大家都保持还不错的一个关系，可是其实他的这个真心啊不容易被触碰，因为他是蛮有这种个人空间跟隐私的一个观念哦。那我觉得他对于感情的占有欲也是蛮强的。也许在遇到你之前呢，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他觉得单身也很好，不必花太多时间谈恋爱也没有关系。那可能想要拼命的工作，累积自己的地位、资产等等的，或者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那我觉得，他跟你遇到之后，他其实会有想要去调整他人生中的一些优先顺序吧，然后。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能量的交流是很愉悦、很美妙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喜欢对方身上的味道、气味，还有这种会想要去触碰对方的身体，就是很有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不仅仅只是外形的，是性的，我觉得更加是一个能量上的这种交流跟交汇。那有些朋友啊，我觉得可能你们过去是有遇到一个这个旧人，那你跟他之间呢，可能是受到外部的能量的影响，或者是说呢，因为对方比较忙，没有办法兼顾这段感情哦，所以呢，彼此的情绪一支一支的累积下来，最后因为某一个小事情就被引爆了，就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我觉得对方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个遗憾在的。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是在等待一个台阶，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他在等待一个宽恕跟原谅。你跟他之间都必须要对这件事情真正的去释怀。然后真正的去说清楚跟讲明白，那也许这就是你们两个所要去经历的课题。当你们去克服之后、提升之后、蜕变之后，我觉得你们会以新的、更圆融的姿态回到对方的身边，去重新点燃爱的火苗，去重新的爱上彼此。
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者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下一个深深爱上你们的人是谁呢？我们先看一下神谕卡的部分哦。A time for healing. There is one who watches over you. 我觉得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灵魂是这一种很美的，然后很年轻、很勇敢又有力量，但是在这个生命力中，我觉得带了一点点忧伤。这个忧伤好像是你之前的感情的经历给你留下来的一个创伤。那我觉得这一张牌，宇宙给你有一个祝福，就是我觉得宇宙它其实很相信你们，相信你可以将你自己治愈的很好，你是可以去疗愈你自己内心的伤口的。只要你给你自己一点时间，一段时间，其实你这个伤口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会从毛毛虫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那我觉得宇宙很相信你们，然后他相信你们可以做得到，也可以往前走，走得很稳，那个脚步是很稳的。然后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即将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的能量跟你们真的是很近很近了。有的朋友，我觉得他已经跟你遇到了，只是你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就是他的能量啊，跟你非常的接近，非常的靠近，正在的慢慢的移动向你。有的人你们可能已经被暗恋了，或者是被默默的在观察中。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这个缘分啊，说到就到，这个能量的转换是非常快的。然后我看见，也许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治愈你自己了，因为感觉上在时间上，你们会属于一个面临一个人生的重整、整顿的这个年度遇到这个人。那之前你们可能会在某件事情、某个人上非常的执着，非常的用力，很用力的活着，而且你们更用力的让自己不要这么执着。所以我觉得你们过去真的是用尽全力，现在是一个整顿年、放松年、休息的一年。然后我看见你们在这个年度中将有机会走向一个有选择的、很自由的人生，也因此啊，你跟这个深深爱上你的人，你会跟这个人的能量有了交集跟交汇。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帮你们抽出塔罗牌的部分，看一下这个人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讯息。Seven of Pentacles, Nine of Pentacles, Six of Wands, Six of Pentacles， 很多土象的能量在这一组哦。好，哇，你们这一组的能量蛮集中的。你们这一组，我觉得遇到这个人星盘中比较多土象跟火象的一个能量，而且啊，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属于在你们那种最艰难的时刻出现，而且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你们会在这种寒冷的，好像空无一人的空地上，也许你找不到方向，也许你觉得很冷很颤抖。在这样子寒冷的黑夜中，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来到你的身边中，为你去升起一个暖暖的萤火，然后你们会一起坐在这个萤火边，在这个火焰中会感受到火焰旁边，不是火焰中，火焰旁边感受到这个温暖。然后当身体温度上升的时候，当身体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好像有
就是你们的心房好像被打开了，你们会愿意去跟这个人说出很多的话，很多的心事。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默默的看着你，默默的聆听你，在聆听你的故事，在聆听你诉说的这个过程中，他不知不觉就会涌出很多心疼的眼泪，他对你们很心疼。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活得很饱满的人，对他来说呢，他比较不会去挑刺，就是有的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会想要去改变一些对方不符合自己心中的那个模式，不符合自己心中的那个模板或者是模样的部分，把它改造成这种完美的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不会，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眼中看不见你的瑕疵，只看见你的美，因为他知道他想要去接近你。你们就像说一座花园一样，他想要去接近你，他想要去走进这座美丽的花园，去拥有这一座花园，不可能单单只要漂亮的花朵，却不要里面的毛毛虫，因为毛毛虫跟花朵都是你们的一部分，而且毛毛虫蜕变成蝴蝶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帮助花朵去传播花粉，去授粉，之后才能够有结实累累的果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很特别的是，他爱的是完整的你，他爱你的这个光亮面，也爱你的阴影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非常非常有直觉力、非常非常有灵性的一组。我觉得你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敏感的，蛮容易受到外在能量的影响，或者是说干扰。有的时候你在跟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你其实是属于这种比较低调的，就是你不大喜欢，就是一直去好像很外放、很攀谈，做一些很客套性的社交。这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容易受到他人的情绪所影响，然后会共感。可能因为别人说了一句话，无心之话，你听进去之后，你就会在心里记了很久，会不舒服很久。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能量，其实你们蛮低调的。有的时候就是会在跟不熟的人或者是说外人保持一点那种距离吧，让别人不要这么轻易的触碰到你们的能量。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心中其实对爱情一直都是蛮期待的，不管你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你们心中一直都蛮期待有人来去好好的呵护你们，好好的去疼惜你们。那很妙的是，虽然你们的内在有这么多感性的部分，可是其实你们择偶的时候，就是谈起感情的时候是很理性、很逻辑的。就是说，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人之前，你可能会，就是很浪漫的想说，我跟这个人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们真正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其实会用你的脑袋去思考，就是你会把双方的现实状况都考量得很清楚。就是你不是那种很容易被人家三言两语就勾走、就骗走的人哦。就是双方能不能沟通，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对方的物质基础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甚至是养活一个家，还有他的这种家庭的状况，跟你可不可以磨合，婚后要不要跟公公婆婆住一起。我觉得你们本身其实会想很多，有一些框架，还有你们自己的情况，你们也会去考虑。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喜欢去高攀一个就是物质生活很优渥，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不喜欢因为要得到那样子的优渥的生活或者是物质而去委曲求全。就是如果对方是要求你一直退让的话，来换取交换这样子很有品质的物质生活的话，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因为你们心底真的很期待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很无条件的爱。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蛮受到过去能量的影响的。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旧人，跟你们曾经暧昧过或者是交往过的人，可能你跟他现在已经分开了，甚至断联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感觉上你们心里一直在想着他，一直在惦记着他。你们的这个心，你们的精神，你们的这个灵性上，好像一直都
这个人的影子在萦绕着，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让他离开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啊，爱上你们的这个人的能量，真的离你们很近很近了。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对方已经有对你释出好感，可是你们看不到，或者是说对方想要接近你们，但是你们却把自己筑起一道墙。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受到过去那个人那段关系的能量所影响。那如果你已经很清楚明白，你跟这个旧人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思念跟单方面的连接的话，我觉得其实从牌面上想要告诉你说，你们是需要去断掉的，你需要去跟他道别，去祝福他。你需要去放下，也许你们还不想要放弃，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放下，因为没有人不会在感情中犯错，就是人，我们都是人，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刻。我觉得在过去的那一段关系中，他也犯了错，你也犯了错，他是有限的，你也是有限的，你们两个都是来这个世界学习的。那我觉得过去那段感情都让你跟他彼此在灵性上成长了、提升了，所以你们必须要去祝福他，而这个祝福的能量最终也会回到自己身上。而且当你去祝福他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那个比较低沉的情绪，其实会慢慢的放松跟释怀。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爱你们的人，他已经离你很近很近，甚至就已经在向你们招手了。有些人的身边，我觉得已经出现了这个人，只是你们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去留意到。好，这一组的能量，我觉得你们非常的美哦。看到金币九，非常的美，好多人想要接近你，好多人想要沐浴在你身边，可能也因为你身边充满太多人想要靠近你，所以你可能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个人已经默默观察你很久了，你的身影一直在他心中回荡。那因为你们没有特别的去留意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普通的同事，或者是说你觉得是一个路人，或者是一个网友而已。可是我觉得这个能量感觉起来，对方是很真诚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很乐观的去看待感情哦。这边还有出现权杖六，就是它是一个宣布好消息、节庆胜利的一张牌，所以我觉得你其实跟他谈起恋爱的时候，你不需要烦恼太多，而且在你跟他的关系中会达到一个真正的成功。因为这张牌里面也有一个，你们过去可能结束一段比较艰难的人生时刻，或者是说艰难的感情，那你克服了你自己心里的一些障碍，愿意去接受一个新的人的话呢，我觉得你其实会得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会让你快乐，会让你的身心灵觉得舒缓跟放松。所以我觉得你在跟下一个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必须要抛掉所有的怀疑，充分的相信他，然后甚至把你跟他的这种相处的美好的经验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被众人接纳、众人分享的这种祝福跟消息。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浪漫的人，对感情的细节啊，很多地方他都会去重视，就是对细节很看重。那在生活上都会有一些很贴心的小举动、小细节，比如说生活上的一些叮咛照顾跟关怀等等。然后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特别的有这种灵性上的共鸣哦，你们有一种灵魂互相照应、照亮，彼此提升的感觉。就是这一场感情啊，是会让你们两个的物质跟这个灵性层面都向上提升，去往上升更高一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这边还有看到这个权杖七哦，我觉得这个人哦，有些朋友你们连接到的这个人会是一个旧的人，然后这个旧的人哦，是一个双方面的连接，就是你在思念他的时候，他也思念着你。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旧人的话，这个连接这个能量就是
你跟他过去有一些冲突，然后甚至彼此会在关系里互相的攻击，也许是说反话，就是吵架的时候就故意要踩对方的痛点，让对方很伤心的这一种，就是曾经有经历过一个不愉快的力量在里面。但是呢，当这个不愉快过去之后呢，我觉得你们会好像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就是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互相拉扯、互相作对，但是失去了对方之后，当身边空了一个位置之后，离开了一段距离之后，你们其实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你还想着对方，对方也还想着你，那这种是一个。当你们以为已经放下了、离开了，但是却又挥之不去的感觉，对方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旧人的话，你们可能会有经历一个这种能量的抗争，就是你们需要去彼此斗争的一个阶段。后来你们选择了分离，或者是选择了冷处理，选择了淡化。拉开了一段距离，退后了一步之后，却发现对方在自己的心中仍然是非常重要。想到他的时候，仍然会心动。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双方面的连结哦。所以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旧人的回归。那如果是旧人的回归的话，我觉得你们特别需要去明白。对方当时在他的生命处境下，在当时你们争执的那个情境下，他的难处是什么？然后他在这个很困难的情境之下，他又做了什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对方说的话、做的那些事情哦，是不是一些身不由己呢？因为他也是人，你也是人。刚刚说过，两个人都两个人都是有限的，两个人都会犯错。也许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他就只能做那样子的行为跟说那样子的话。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连接到的是旧人，你们都需要坦诚以对，要接受两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两个人都要在关系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这一组牌的朋友啊，必须说的是，你们不管遇到的这个人是新的人，或者是连接到少部分的朋友是旧的人的这个能量哦，其实你跟他相遇的时候，相遇之后，在一起之后，仍然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关卡。这个关卡就是你们必须学会慢慢处理。我觉得你跟他关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因为关系啊，不单单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事，还有其他很多的能量的影响嘛。那我觉得这一组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过去都蛮努力的，就是你们很习惯用努力，然后去用自己的付出来改善感情的问题。如果感情出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就是努力的去想办法，努力的改，努力的调整，甚至努力的忍耐。你们觉得只要忍耐就会看到光明的一天。但是我觉得经过你们的这种疗愈啊、整顿之后呢，现在的你们的状况比较偏向是，你不想要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当你勉强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也会有一些不开心，有一些埋怨。所以我觉得，好，不管是这种新人来到，或者是说旧人回归的时候，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比较会用一种坦诚以对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如果你真的做不到，你就会说做不到，或者是说，如果对方的家人对你有什么要求，你们做不到的话，你们也不会勉强自己去符合别人的期待。我觉得你们会选择好好的跟你身边的这个另外一半，跟他好好的沟通，获得他的这个支持跟谅解。你们会回到问题的本质，去寻找一条路径，另外一条路径去到达你们想要到达的目的。有的时候眼前有难关，不一定就是要头破血流的去把它冲破。你不一定就是要强行解决。如果你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你就先搁置下来。反正你们的终点，你们的目标就是圣杯十嘛，只要你们到达圣杯十就好啦。但是到达圣杯十的路径其实有很多啊。如果中间有一些阻碍你们的人，或者是说有这个距离的问题哦，其实不一定。牌面上感觉就是你们不一定要先去
解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只要你心中有这种北极星，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哦，你去想要达成这个方向，有没有用其他的路径可以走到呢？好，那有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有一些切割是必然而然的，就是你跟他都要做一些取舍。那这个取舍会带来很多疼痛，可是这个也是一个迈向你们关系的完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哦。过去你们所做的这个忍耐啊，虽然短期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途径，可是长期看起来，等在你们之后的却是可能是这种无止境的心碎或者是心酸，所以这种忍耐到最后啊，会将双方的感情消耗殆尽，对于双方的关系也许也不见得会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在再次面对新的关系的人，或者是说旧人回归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坚守自己心中认为那个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你们会积极的处理，积极的去沟通，不会为了好像表面上大家的一个和谐，或者是说双方家庭的一个和谐，你们去忍耐，去放弃自己认为真正重要的那个事情哦。那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刚说过，你们的灵性跟能量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这组牌让我看到的是，你跟这个人相遇之后变得更自由了，变得更愿意去绽放自己的美丽了。就是人生其实有非常多种活法，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像工厂生产出来的预饭团一样，只有内馅是不一样的，然后其他都是这种三角形的形状哦。我觉得你们之前真的是对于感情有很多的框架限制了自己，可是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或者说再次遇到这个人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把很多的这种边边角角都磨圆了，把很多的框架都放下了，这是因为你们开始很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那个之前，因为你们体验了很多你们不喜欢的东西，然后你们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你不喜欢什么，然后把它一一在人生中画出之后，其实剩下的东西就慢慢的接近你们想要的那个本质哦。那我觉得宇宙安排你跟他的这一场相遇啊，其实是你跟他的一场共同的灵性的旅程，就是你必须要去接收对方的能量，也要接受对方，他才可以更加勇敢的向你走来，他才可以跟你倾诉他内心的心意。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对对方敞开。你们要放下过去那一段伤痕跟伤痛，不管这个人是新的人还是旧的人，我都觉得这个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它不大会受过去的那些能量所影响，就是过去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虽然大家都记得还有那个记忆，可是那个情绪已经慢慢的淡出了。然后我觉得你们面对的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蛮能够去鼓舞人心的人哦，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用去担忧很多，我觉得他会激发你内在很多的一个能量，就是它会让你去做更多你本来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它会带进很多温暖、生命力跟自信，来到这段关系中，它会去启发你。启发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就存在你的内在，只是你过去一直把它隐藏起来。那现在这个人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然后过去那些你隐藏起来的自己可以被展现了，可以被打开了。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身边会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很受到保护的感觉，因为这个人呢，他不但会去做一些让你担心的事情，而且蛮多时候我觉得他也想得蛮远的，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会考虑得很周到，他是一个脑筋还不错的人，会思虑很多事情，会考虑很多事情，比如说人际关系要什么进行啊，工作的规划啊，甚至一些细节的事情，一些两个人的投资理财保险之类的，就是建立家庭等等之后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
会考虑清楚的人。那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朋友，还在这种就是刚毕业的这个过程中，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对未来自己要做什么，他都会仔细的去思考，不会让你担心，就是跟他在一起会不会过得很辛苦啊，或者是就是金钱上有破洞等等，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围绕的感觉就是一个安全感。那这个人在外啊是蛮可靠，可以给人有信任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会照顾人的人，在感情上啊，他有点像是这种哥哥啊、姐姐啊，他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稍微在某一方面比你厉害一点，比你懂很多。就是在某一方面的知识是比你懂很多很多的，所以跟他相处起来，其实你们会有一种被疼爱的感觉，被在乎的感觉，然后这种在乎又多了一种，好像是我用比较强大的能量来去包围你，包围你心中的不安，包围你心中的一个脆弱。那我觉得在金钱上啊，他其实对你们也算是蛮愿意付出、蛮大方的，因为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是那一种，给人看起来就是很精致的人，就是需要去好好的对待的人。我觉得，再加上他很喜欢你，他很爱你，他本身对于金钱反而不是说，这么的在乎，就是当他把金钱用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的时候，他是很愿意的。那他平常就是他对于这个我觉得他金钱理财这个头脑，他是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规划的，但是他没有一定说我赚来的钱我就是要紧紧的抓牢，一毛不拔的这一种，然后都要通通存进我的口袋。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他赚的钱，就是他所得到的这些资源，他是想要他的最终目标就是想要为他所爱的这个人、所爱的这个家去奉献、去付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物质上、在金钱上，他应该是蛮符合你们心中的一个需求跟需要的。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呢，如果他是一个新人的话，其实你们刚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我刚刚说过，他可能已经出现了，但是你们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是这种默默的在观察你，甚至是你跟他遇见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就是没有特别的一个感觉，就是这种冷冷的，然后甚至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神秘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宝藏哦，他是一个璞玉哦，当你跟他越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会透露的更多，你会发现其实他还蛮有趣的，他很幽默，而且他内在有一个很像小孩子的部分，很童趣。你跟他越相处，你就会越喜欢他。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你们对于他的投入没有像他对你那么深，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越来越加深，反而你自己会发现你越来越离不开他。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身上其实会更加的释放出你的一个魅力，就是我觉得它会让你变了一个样子，一个能量哦，它会让你很多很多的想法都被启发了，都被打开了。而且我觉得你跟他的这段关系真的是彼此会教会彼此很多的东西，彼此跟彼此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上的一个提升哦。然后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跟你的前任做比较哦，就是把你一直思思念念的那个人的能量跟他做比较，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也许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的这种亮眼，很让人惊艳哦，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而且他是那种越相处你会越喜欢的人。然后，如果你们就是太把那些过去的能量好放在他身上，或是讲太多前任的事给他听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也会非常的难过，他是会受伤的。所以你们必须要慢慢的放掉对前任的那一种好像
一个连结，才有可能真正的遇见这个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跟他有一个建立一个这个深厚的感情。那我觉得，当你的内心的这些情绪被释放出来之后，这个人他才有办法真真切切的走进你们的心中，他才有办法，他才有勇气去牵起你们的手。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假设你们跟你们的前任真的只是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思念，然后断联了很久，你心里其实也觉得不可能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就真的慢慢的让自己走出来，因为你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期待，好好的去等待这个新的人。那不要错过这样子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用心去对待你们的人，愿意用心去珍惜你们的人。然后希望你们遇到他的时候啊，可以好好的跟对方相处，然后用一个新的你自己去爱他，就像从来没有受伤过的那样，去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这段感情是很有机会走向一个成功的，很有机会走向一个圣杯十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跟订阅。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